中国人为啥不在乎 GDP？ 上半年，中国和美国的 GDP 差距拉大了，我们的 GDP 只占到美国的64.5%，而2021年这个数值还是77.3%。大家惊讶地发现，中美 GDP 差距越变越大，大部分人对此都没有感觉。但是网上却有很多人带节奏，说啥中国 GDP 不是要超过美国吗？现在怎么反而被拉开差距了呢？中国经济不太行，美国还是那个美国等等。本来呢，我是不想反驳的，毕竟中国压根儿就不想超过美国 GDP 的规模。当初世界货币基金组织说按平价购买力来计算，中国 GDP 早就超过美国了，我们就非常严肃地反驳过了。而且今年上半年，中国 GDP 同比增长了5.5%，而美国 GDP 增长率只有2.3%，还不到我们的一半。但凡在小学读过几年书的都知道，按照这个增长率计算，中美差距只会缩小，不可能扩大。奈何有些人真是不动脑子，总是被带节奏。其实美国 GDP 别说拉开与中国的差距了，他们自身的水分就超级大。干脆今天咱们就来说说美国 GDP 这件事儿，以及中国为啥不想让 GDP 这么快超过美国。首先，咱们得搞明白一件事儿 ，GDP 能否反映一个国家的真实经济水平？按照 GDP 算，美国人均 GDP 是中国的6倍。但是你会发现一个非常蹊跷的事情 ，GDP 更高的美国为啥到处都是流浪汉？为啥美国的基建破破烂烂？为啥美国大学生要贷款上学，毕业后还要几十年才能还清？为啥美国家庭连屋顶破了都要自己修？说白了 ，GDP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经济水平，但是它的局限性也很大。就拿这次中美 GDP 差距扩大来说，压根儿就不是中国被美国甩开了，而是汇率以及美国自身的通货膨胀导致的。而这一切的背后都离不开美国这个幕后操控者。这2年，美联储一直在加息，导致全球的美元都流向了美国，大部分国家的货币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贬值。欧元连续跌了8周，日元暴跌创下了20年纪录，印度卢比更是创下49年以来的最低。其他国家的货币也或多或少出现了影响，人民币同样如此。2022年3月，6.34元人民币还可以兑换1美元，结果到了今年，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汇率突破了7.30，相当于人民币贬值了近15%。人民币贬值在 GDP 对比时是非常吃亏的，而中国 GDP 是用人民币来计算的，但是在与美国进行比对时，却需要将人民币换算成美元，5.5%的增长，相比于15%的贬值，里外里就差了非常多。这就导致了我们 GDP 虽然增长的比美国快，但是能换成美元的更少了，与美国 GDP 的差距，这不就出来了吗？除此之外，美国自身也出现了大规模的通货膨胀。以去年为例，美国的通胀高达8%，这意味着美国去年啥事儿也不干，名义 GDP 增长率就能高达8%以上，远超世界大部分的国家。而中国的通胀只有2%，这里外里又是差了很多。这里还有个词非常关键，那就是名义 GDP。这个概念是美吹最喜欢用来歌颂美国经济的。名义 GDP 其实就是没有扣除通胀这一影响因素的 GDP 数值。因为美国通胀严重，所以这个数值一定会很好看。这也是有些人在说中美 GDP 拉大的时候最喜欢用的数据。但是名义 GDP 可不是越大越好，有时候数值越大，负面效果也越大。举个很简单的例子，阿根廷最近10年来每年的通胀都在100%左右。去年发行的100阿根廷比索，今年就只能买到价值50比索的货物了。如果不扣除通胀，就直接以名义 GDP 计算的话，那阿根廷将是整个美洲发展最快的国家，每一年的增长率就会超过100%，而津巴布韦更是将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强盛的国家。美国名义 GDP 比我们高，我觉得反而是好事儿。一是说明美国通胀高二是说明他们乱来了。原本美联储对通胀的预期只有2%，结果美国政府太能作了，直接干到了8%，导致美联储现在畏畏缩缩的。不加息吧，通胀让美国普通人承受不起；加息控制通胀吧，美国企业承受不起，搞得他们是左右为难。当初印钱的时候有多狠，现在还钱的时候就有多狼狈。而且你不还还不行啊，因为美国印钱也不是随便就能印的，而是需要用国债的名义来借的。如今，美国国债已经突破了33万亿美元，单单利息都要偿还数千亿美元了。而且根据美国自己的预算，未来国债和利息还将继续上涨，只需要10年，美国国债的利息就将超过1.4万亿美元，比美国1年的军费还要高。国债太多危害有多大，我早就科普过了，不单单是利息还不起，更可能会对美国国力产生致命的危害。对，不是经济，而是美国的整个国力。要知道，美国 GDP 就那么多，政府的收益也一样。如果大部分用来偿还利息，那么美国军费、科研、政府支出、科技投入、国民福利就会减少，不然就会停摆。不管是哪一个停摆，美国都承受不起。因此，借钱和通胀造成的 GDP 增长，数据上是好看，但是这个数据是以牺牲美国长期的竞争力换来的，就非常不值得了。同样，拿 GDP 比值来说明美国经济有活力，其实就是有些人还沉浸在美国虚假繁荣的幻想里无法自拔。但是这种幻想根本不可能持续，一旦美联储停止加息，那么美元就会贬值，相应的人民币就会增值。
到了那时，中国不用做太多事情，中美 GDP 差距就会自动缩小。我查了一下数据，发现现在已经有这种迹象了。美联储在11月份表示，今年暂时不会加息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就大涨了2000点，涨幅超过2.5%。资本家可能会忽悠人，但是资本从来都不骗人。美联储仅仅宣布今年不加息，既没说明明年会不会加息，更没提降息时间表，人民币汇率就爬上了这么多。可以想象，在虚假的繁荣里，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，这个幻想就得破灭。因此，有业内人士估计，人民币汇率提升要持续一段时间。如果美元进入降息周期，人民币很有可能上涨10%甚至15%的程度。这种程度并不算夸张。2020年时，我们就曾经在1年左右涨了10%。届时，中美 GDP 的差距就不是重回到2021年时77.3%的占比了，而是在迅速缩小，甚至突破80%。当然，以上你可以说是本猫的个人观点，但如果你认真去翻找外网的文章，你就会发现我的观点都算是温和的了。比如 FT 中文网就发布了一篇中国经济规模早就超过了美国的文章，里面写的是非常惨烈，说什么忘掉快速增长，忘掉软着陆，美国经济11月单月就萎缩了30%，还有什么美国总统完了，美国梦断送了。听起来是不是有点惊世骇俗呢？而且这还是在美国 GDP 第3季度出现了5.2%的增长的情况下，大概意思就是他认为美国 GDP 增长是假的。如果不了解的人看了，还以为是公知写我们的经济呢。事实上 ，FT 中文网是英国金融时报旗下唯一的非英语网站，它的股东还是日本经济新闻网，由他们刊登的文章意义就有点特殊了。美国不可能一下子经济萎缩这么多，美国梦也不是单单靠经济支撑，所以我们不能拿来做参考。但它也侧面证明了美国 GDP 的水分几乎是业内皆知的事情。一般来说，统计 GDP 有3种方法，分别是生产法、收入法和支出法。中国的 GDP 统计方法采用的是收入法、生产法混合的计算法，而美国采用的是支出法。理论上来说，这3种统计方法得出的 GDP 数据都差不多。中国每年用生产法统计之后，会再用支出法进行核算对比。但是因为统计的难度和范围等问题，美国很多 GDP 统计项目，中国并没有统计进去。比如路边摊经济，一家卖煎饼果子的路边摊，每月可以收入上万甚至数万。按中国的算法来算，只有年营业额超过500万的餐饮企业才会被纳入到我们的 GDP 统计中，因此这部分产生的 GDP 基本等于没有。而中国路边摊的经济相当大，尤其这几年提倡人间烟火气候，几乎每个城市都涌现出了多条美食街。根据美团的统计，2020年时全国就有500万个小摊贩，如果算上路边的小店，那么中国就有上千万家的规模。仅地摊经济一项，中美差距就在万亿以上。类似的事情还有房租以及家庭经济。中国房地产的 GDP 远远低于美国，这是因为在美国买房子除了缴纳税收以外，还需要按一定的比例折算成房租，不管你是自己住还是将它租出去，都要折算成租金，然后再纳入到 GDP 中。这意味着美国房租里面有一部分自住房是被重复统计了。中国购房则是一次性统计为投资，并纳入到 GDP 中，房租的租金也会纳入到 GDP。但问题是中国的大部分房租都是私底下交易的，房东根本不会报备，想统计也没办法统计了。单单这一项，中美租金明面上的差距就达到了2万亿，如果再算上私下交易的，规模差距起码再拉几倍。家庭经济也是如此，美国把家庭劳动也算入到 GDP 中，意思就是你在家洗衣做饭，甚至收拾房子，都要给美国 GDP 做贡献。在中国，这项贡献并不产生实际的 GDP， 因此我们就没有计算这一块。不仅家庭劳动没算，就连买菜、买水果、买鸡鸭鱼肉都是属于私下交易，很大一部分都不计入 GDP 中。其实不仅仅是家庭收入，中国很多小农经济都不算在 GDP 里面。本猫就曾仔细研究过类似的案例。我们市区里有一个全国禽苗养殖中心，这里的养殖户从孵化、禽苗养殖、鸡鸭出笼几乎都是私下交易，也就是说，这类的交易很难被计入到 GDP 当中。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藏富于农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博彩、大麻等等，在中国都是非法的，更加不可能进入 GDP 当中了。所以，相比于美国 GDP 计算的范围，中国因为计算难度等问题，有些项目是无法统计进去的。其实，就算统计相同的类目，美国的 GDP 水分也很多。在美国的 GDP 中，制造业只占11%，服务业占比却高达80%，比例严重失衡。因此，美国 GDP 就是靠这项支撑起来的。中国服务业占 GDP 的52.8%，制造业占比则高达27.7%。制造业规模比美国、日本和德国总和还要多。因此，中美 GDP 的差距最大就在于服务业。这部分的水就更深了。美国的服务业消费中，排名前3的3个品类分别是房产相关2.78万亿、医疗保健2.58万亿、金融1.28万亿。仅这3类服务消费就占了美国 GDP 的28.5%。房地产说过了，咱们就说说医疗保健和金融。美国医疗保险是出了名的贵，
比如就在前不久，国内的一家医药企业君实生物发布了一条喜讯，他们发明的国产抗癌药物 PD-1 特瑞普利单抗获得了美国 FDA 的上市批准，正式于美国上市。这是中国厂商首款在美国获得批准上市的单抗药物，但它却暴露出美国的医疗市场上的离谱现状。君实生物的这款抗癌药物在国内单瓶售价为1912.96元，在我们看来已经是天价了。然而它在美国代理商手里的售价竟然高达8892.03美元，约合人民币6.3万元，两者足足相差了30多倍。可以想象，单单一款药物创造的 GDP 就差到哪里了。这样恐怖的差距，显然不是什么税收和专利费能够解释的，而是美国医疗费用臃肿导致的。这还只是美国医疗体系的冰山一角而已。在美国，如果没有医疗保险，叫一次救护车可能要几千美元，派一个普通的机替也需要几百美元。很多华人不敢在美国做手术，只能打飞的回中国做。但是你敢想象吗？在美国这么昂贵的医疗帮助下，他们的人均预期寿命竟然比中国还低，甚至连隔壁的古巴都不如。美国医疗水平一定很水，但是水分同样也很深，因为医疗费用实在太昂贵了。美国中产几乎人人都购买了商业医疗保险，这又催生出了另外一个深水行业——金融。美国金融非常发达，包含了保险、银行、证券等行业，每个行业都非常复杂，即使是国内最专业的律师或者会计都不一定能搞懂他们的规则。随便举2个例子吧。比如中国篮球运动员一般缴纳个个税后就没啥了，而美国 NBA 工资纳税就复杂了，他除了缴纳联邦税以外，还需要缴纳地方州税、表演税、社保医保、托管金以及经纪人佣金。其中最魔幻的就是运动员表演税，意思就是到客场打一次比赛，球员就要缴纳一笔税，每个州的表演税还都不同，而且还不单单是球员，球队的队医、助理教练，甚至随行的工作人员都要缴纳，可以说相当复杂。如果球员要投资，那么还需要额外的税款，因此大部分球员都会聘请专业的经纪人团队，经纪人团队又会聘请专业的律师和会计协助他们打理。想想看，一名运动员都这样了，更别说那些企业了。在美国，创立一家企业最先学习的不是做出好产品，而是学习美国的税收。联邦税，各个州政府的税有很多，稍有不慎就会被罚款。还有美国的法律也是如此。董王的团队就是专门的律师团，曾经在3个月内，董王的律师咨询费就花了70万美元。想想看，他上任几年得花多少啊？连总统都不能幸免，更别说普通人了。服务业本来是为社会提供劳务和服务，结果美国服务业却成为社会劳务的主流和上层意识形态。这些高昂的服务费都将加到各种商品上，最终由美国民众买单。美国普通家庭为啥人手一个工具库呢？并不是因为他们喜欢自己动手，而是那些服务费太贵了，压根儿请不起，只能自己动手。房子坏了自己修，车子坏了自己修，连家电坏了也要自己来。你说这样的服务业还是服务普通人吗？因此很多人都在说美国 GDP 有点虚高。很多人更认可用购买力评价来计算 GDP， 意思就是1元人民币实际可以买到哪些产品，和美元的实际购买力进行比较，可以反映出2个国家的购买力真实比率，然后再换算比较 GDP。按照这个方法，中国 GDP 在2014年就超过了美国，但是中美都不太赞成。为啥会这样呢？一个是产品太多了，同一个产品在不同的地方价格也不同，购买力很难精准算出来，简单的比较没有意义，精确的比较又太复杂了，因此购买力评价有局限性。而且这种算法对于中国来说，我们要的不是平均 GDP 高，而是大部分人的生活质量得到提升。所以这种算法 GDP 虽然高了，但是生活质量却没上去，那 GDP 再高也没有意义了。对于美国来说，他们也不能接受，尤其不能接受美国从第1的位置被中国拉下马来，这对于美国全球霸权来说是一个声誉上的打击。为了抬高 GDP， 美国一直在修改计算算法，而且将一些灰色产业合法化。中国也不想与美国争夺第1，毕竟世界第1可不是那么好当的。中国目前是发展中国家，在气候变化、债务减免等的问题上，我们享有一定的优惠，没有必要为了一个虚名放弃这种福利。于是2个国家就默契的选择维持现状，美国继续搞 GDP， 我们继续搞改革开放，发展高科技，同时提高生活质量。所以我才说中国 GDP 不想超过美国，而且一点都不着急，等啥时候自身强大了，一切都会自然到达。好了，我是熊猫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。如果您觉得本期视频不错的话，欢迎点赞加关注加转发，我们下期见。